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这一周，中国政坛又地震了，而震央正好在习近平的命根子上。有人说，这不是反腐，是掘墓。短短几个月，3个被称为龙脉守护人的陕西高官接连出事，一个在寺庙礼佛时被中纪委带走，一个从高楼坠落，第3个修陵立功，被视为习家功臣的景俊海传出被抓，甚至已经不在了。这3个人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陵园有关，都参与过那场被称为龙脉工程的政治圣地建设。而那座陵园也曾经出现过另外一个名字，彭丽媛。2015年，他曾亲自到富平祭扫，陪同名单中就有当年的陕西宣传部长景俊海。那一幕后来被视为习家龙脉封印的象征时刻。如今，修陵人全倒，护脉人连环坍塌，连第一夫人的镜头也在央视报道中悄悄被删减。更诡异的是，央视最近的镜头里，习近平的曝光度被降格了。以前开幕时全场大屏幕投影，单人特写，今年只给了28秒，核心不在居中，龙脉正在崩塌。问题来了，这场清洗是有人在掘他的龙脉，还是习近平亲手在砍自己的命脉？关于中共原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出事的消息，最早可以追溯到2个月前。9月18号，旅居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主席谢万军在 X 上爆料说，据传前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自杀。2个月后的11月11号，刚刚准确爆料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被抓消息的海外反共自媒体博主蒋网正又发文说，景俊海被调查，本周内官宣，并说景俊海的案子涉及到黑社会老二习远平的正部级干部开始落马，国企央企一把手被质询，还说习远平是万亿富豪。他在另一个贴文中说，景俊海被查的消息来自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信息渠道、中纪委办公厅的信息渠道、某独立记者的渠道，3重认证。景俊海目前已经押送中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第2天，另一个 X 账号钟欣熙也发文说，前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正在接受调查。除了上述2位比较知名的信息爆料者外，目前 X 上也有多个账号披露了景俊海被查的消息。景俊海是在去年中共20届3中全会后，9月份被免去吉林省委书记，转任中共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当时景俊海只有63岁，外界普遍认为他是提前退居2线。当时新华社在报道他的职位变化时，后面还加了一句另有任用，但他吉林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却没有这句话。景俊海的官帽上印着一个大大的习近平陕西帮的鲜明印记。景俊海出生于1960年12月，陕西白水人，早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来是高校教师。1992年从学术系统转入政界，从西安高新区管委会起步，10几年内一路攀升。2005年跻身中共西安市委常委。2008年，他被越级提拔为陕西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之一。2012年，又进入陕西省委常委，并兼任宣传部部长。真正让他进入习近平视野的，是他担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主导的一项政治工程——习仲勋陵园扩建项目。这座位于陕西富平的陵园，原本只有大约8亩，面向东南，有习仲勋石雕像1尊。在景俊海的主导下，把它扩建为超过4万亩的生态纪念园，格局坐西北朝东南，依山临水，风水讲究，被地方官员称为龙脉工程。项目期间，景俊海多次亲自督工，邀请设计专家从风水、地理、植被布局到纪念碑碑文，都层层把关。齐心曾亲自到现场考察选址。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2015年初低调祭扫，陪同人员名单中就有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景俊海。据当时陕西官场人士回忆，
攻城在建时，景俊海极度谨慎，事无巨细，哪怕是陵园门前的灯笼颜色、习仲勋雕像前的鲜花摆放，都要亲自过目。2015年陵园建成后，景俊海被调入中宣部，出任副部长，正式进入中央序列。从那一刻起，他的仕途完全和习家的政治命脉绑定。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好，我们回到正题。2017年，景俊海被派往北京市任市委副书记，成为蔡奇的副手。同年年底，又空降吉林，成为中央的封疆大吏，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2020年，成为吉林省委书记，在短短3年内3次提拔，并且在全国31个省份的省级党委书记中，景俊海是唯一一位中共19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是习家军陕西体系最成功的样本，甚至有舆论预测他有望入政治局，成为未来中宣系统的接班人。景俊海仕途上另一个所谓的政绩发生在他主政吉林期间。据多个来自吉林省内以及北京娱乐圈的消息源透露，2021年前后，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景俊海，在一次李克强到访吉林考察的座谈会上，当众和李强发生了气氛异常的交锋。当时，李克强在会上重申稳经济、保就业的重要性，并强调中央将加大对地方民营经济的支持。景俊海据说在发言环节直接纠正李克强，说是吉林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并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取代了李克强的讲话要点。现场一度陷入尴尬。参加会议的地方官员后来向媒体私下表示，那句话其实是在表态，不是在回答问题。这次插曲在吉林官场和舆论场迅速传开，在当时中央经济路线微妙分歧的背景下，景俊海这是在以公开顶撞总理的方式向习近平表忠。景俊海此举是否让习近平龙颜大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快，景俊海又在省委书记的职务上兼任了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舆论普遍认为，景俊海此举确实得到了来自北京的关注和肯。2022年、2023年间，他在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出镜次数显著增加。吉林省委更被定为宣传学习习近平思想重点省份。他在讲话中频频使用2个确立、2个维护等政治用语，语气超过同层级官员。然而，这种过于高调的忠诚展示，在中共体制内往往是双刃剑。一方面，他在短期内为他巩固了习家军陕西代表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让他在权力风向转变时成为最显眼的标靶。去年中共3中全会后，景俊海顺风顺水的仕途戛然而止。当年6月，年仅63岁的景俊海
被摘去了省委书记的官帽，只剩下了中共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2个月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帽子也被摘了。景俊海调离吉林，转任中共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个不需要驻会的虚职。这意味着他彻底被边缘化，当然也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而去年中共3中全会正是习近平中风、失去权势等消息热传之际，可以说景俊海以修陵立功，也因修陵而败。那座象征龙脉的陵园，曾经让他飞黄腾达，如今却成了压垮他的命脉。景俊海的落马不只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像是一根被扯出的主线。顺着这根线看去，他背后那整条以龙脉为轴心的陕西政治网络正在被系统性的拔除。在景俊海主导扩建习仲勋陵园立功之后，一批围绕护卫龙脉的地方班底陆续成型，陕西成为习近平的象征性龙脉之地，西安则被视为龙气汇聚的中枢。方红卫、岳华峰、姚立军3人正是这条护脉链上的核心节点，曾在公开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守护好秦岭祖脉，护好中华根脉。据多方消息，他不仅在政治上紧随习近平，也在地方上全力服务于所谓护脉工程。今年11月初，他在古观音禅寺礼佛时被中纪委带走，成为4中全会后第一个被清除的龙脉守将。岳华峰曾任中共西安市政协主席，长期掌管西咸新区，被视为方红卫的政治盟友。他是西咸新区的首任党工委书记，也是当年景俊海在陕西宣传口任上最早扶持的人之一。西咸新区不仅是西安的经济增长极，更被视为龙脉西延的象征区域。岳华峰出事的时机跟方红卫几乎同步。传出坠楼身亡的消息后，多方消息指出，他手中掌握了西家资金流的关键线索。姚立军，这名曾经担任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宣传部长的官员，则是链条上负责造势的一环。他是最早与西家有牵连的地方官员之一。早在2015年，习近平巡视西安登上城墙时，陪同讲解的就是姚立军。地方上流传，他参与了习仲勋陵园以及曲江新区红色文化景区的宣传包装工程，并借机形成了庞大的利益网。其后被查时，有关资金分配比例的爆料，6成归习远平，2成方红卫，2成自留，更是令外界哗然。3人落马的节奏几乎呈现出定向打击的痕迹，从宣传系统到地方主观，从资金环节到政治宣传，每一环都和龙脉工程或护脉叙事有关。反习派似乎是有计划、有目标地拔除所有护脉人。在陕西官场的语境里，秦岭不仅是生态保护区，更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象征。守秦岭就是守根脉，如今守脉之人相继坍塌，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反腐动作，而更像是一场针对龙脉体系的政治外科手术。有人认为，这正是反习派对习近平个人权威的根部动刀，因为无论是修陵、扩陵、固脉，还是大规模的秦岭整治运动，都曾是习近平权力神话的象征。而反习派如果要切断他的气口，必然从这里下手。然而，也有另一种声音在舆论场上流传，这一派观点认为，陕西官场的连环坍塌并非出自外部势力的反击，而是习近平自己主导的自我净化。他们的逻辑是，习近平历来多疑，尤其对身边旧部和地方嫡系，为了防止他们的势力做大，因此用这种反贪的方式来保持他们对习近平的畏惧，维持外界对他铁腕反腐的幻象。换句话说，方红卫、岳华峰、姚立军、景俊海的倒台是习近平亲手祭旗的延续，而非外力打击。这种解释听起来似乎合理，但一个关键事实却使他站不住脚：央视的镜头。在中共体制中，媒体尤其是央视的报道规格历来是判断权力消长的晴雨表。11月9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全国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习近平亲自出席。然而，整个报道中出现了极不寻常的剪辑方式。
首先是习近平入场时没有被投射到现场的大屏幕上，其次，宣布开幕的画面只维持了短短几秒的特写，没有现场欢呼和观众互动，全片时长8分多钟，习近平出镜只有28秒，不到上届报道的一半。此外，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的镜头时长也同样被缩短，2021年是15秒左右，今年只有8秒左右。而最引关注的则是中办主任蔡奇，习近平的头号亲信也消失在镜头中。在中共的宣传系统中，这种降格并不会无意发生。4年前，西安全运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不仅有单人出场，现场大屏幕投影，还在宣布开幕后获得长达3秒的放大镜头。如今，这些象征性画面全部被剪除。长期观察中宣系统的一位前央视编导指出，这不是审美问题，而是政治信号，核心被降级了。如果这场清洗真是习近平本人主导，那么这样的宣传报道无疑是犯了死罪。他不可能容忍自己在央视的曝光度被削弱，尤其是在全国直播的体育盛典上。更合理的解释是，反习派已经在舆论和宣传层面取得了一定的主导权，央视正在执行一种有意的弱化领袖的神话叙事，削掉个人崇拜的象征地位。从修陵立功的功臣到沪脉守将的连环倒下，再到央视画面中核心的被淡化，一条清晰的线索正逐渐浮出水面。这场权力的震荡不只是官场清洗，而是一场直击龙脉、动摇根基的反击行动。在中共政治的隐秘世界里，所谓龙脉从来都不只是风水和象征，更是一种权力的投射。10多年来，习近平苦心经营那条从秦岭延伸到中南海的气脉，他把附近的陵园修成圣地，把陕西奉为根土，把沪脉视为忠诚的标志。然而，命运的风向正在反转，那些昔日的沪脉者相继坍塌，象征忠诚的根基也在动摇。如今，秦岭依旧起伏，而那条象征命运的脉线，却似乎在权力的震荡中正在悄然断裂。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